国际组织非美化，美国变成在国际组织里面不再是说一不二的人啊。金砖、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ASEAN、东盟当年是反共组织啊，是围堵中共用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讲到这个火控雷达的事情，当然对中方来讲啊，他们是严厉的反击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部分哦。那日本的外务省呢也紧急召见的中国驻日大使啊吴江浩来针对这件事来讲。那这件事情呢，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传越健裕哦，在7号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啊，此类的危险新闻极度令人遗憾啊。那强烈敦促中方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了哦。那另外呢，高市长们也在受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是冷静且坚决的应对持续的密切监控周边海空域的中国军事动态啊。那面对日本的指控呢，大陆这边声称呢完全不符事实啊，要求日方停止抹黑造谣，意思说我在这边演习干你屁事。这里是日本的一个经济海域大的圈，小的圈呢是毗邻区，在外圈呢是所谓的领海，那根本没碰到的领海，我在公海上演习怎么啦？干你什么事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尽管日方强烈的抗议，召见了大使，但是中方呢不管任何方向都是非常强烈的反应哦。中国军方直接的回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日方却对中方行动恶意跟监滋扰，多次派飞机冲闯中方画设公布的演训区。事后还反诬中方正常操作，纯属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不要站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立面，越走越远。所以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态势越来越明朗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日本讲了老半天了，结果大家知道吗？美国的回应是非常微弱，结果英国金融时报啊直接点名，援引现任和前任美日官员的说法称啊，日本首相高市长涉台言论激怒中国之后，日本在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感到不足和沮丧，敦促美方给予高市更多公开支持啊。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驻美国大使山田重复已要求特朗普政府加大对日本的公开支持力度哦。东京不认为美国会动摇对日承诺，但是他说日方对美方官员高层缺乏公开支持感到失望，所以这前面叫什么？狗屁！过去不管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对华鹰派啊，他们有一个相应的过程，就是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美国战略的一个转弯。冷战呢持续到什么时候？冷战持续到了1991年苏联垮台。冷战之后是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再来是什么？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呢持续到了2018年，也就是川普 1.0 开始对于中国大陆发起的所谓的新冷战。那2018年之后呢，到什么时候？到了2025年，就是川普的当选，川普马上来了一个大鬼转啊！什么鬼转？直接抛下了所有的盟友，跑去跟俄罗斯和解。他直接来了一个大鬼转，来一个什么 G2， 也是中美共治。但是他是真正的中美共治吗？还没有达到。那下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对华鹰派大多数都还停留在新冷战的逻辑之上，也就是他们认为要对付中国大陆，还是要搞新冷战，要搞全球的围中。所谓的新冷战策略为什么会失败呢？最大的关键就是啊，当你看全世界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呢，这段时间有一个人啊跟普丁见面，而且给的规格给的非常非常的高啊！据印度总理莫迪在其个人视频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2月40日晚，俄总统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基地降落，开启了对印度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新冷战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没有2极，而是多极。所以我们所谓的多极呢，是指什么？虽然你美国很强，但你也不可能公然的入侵印度啊！印度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又咋啦？就买了3年4年了，你现在要制裁他，那你就制裁吧。但是他的链路就跟你不一样嘛，俄罗斯也不是当年的苏联，不是那2极嘛，那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搞意识形态输出嘛，那你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你可以一个国家控制全世界啊，所以太复杂了，三体都搞得非常混乱，更何况全球化之后，全世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雨露均沾。即便在亚马逊雨林的最深处，那些号称没有跟外界沟通的部落，他们依然透过亚马逊雨林传统的游猎者所形成的小规模商贸，他们依然可以拿到外界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搞不清楚的点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回到新冷战，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逻辑啊。但是意识形态逻辑没办法改变事实的变化。不过意识形态是人心中的一个大山哦，很多人的意识形态是偏见式的，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哦，是
卡在某个壳上。所以啊，在冷战之后的全世界进入高速的全球化，世界是变得很不一样。所以你所谓的新冷战为什么搞不起来？你只能叫做新冷战思潮。上面一头热搞新冷战啊，喊出这种脱钩啊，通通不切实际。它只能片面脱钩，没办法全部脱钩。所以全球化之下，关键是什么？大家链接太深。还有呢，很多地方虽然它不强，但它不是无下阿蒙啊，你可以随便欺凌它的吗？那为什么川普会转弯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详读川普所发布的这一个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我已经先喂给 ChatGPT 帮大家做一点翻译啊。它的主旨是什么？把美国带回美国第一，结束全球管理，重建经济力量，终结大量移民，以实力利益中心重塑世界秩序。所以呢，如果说他依然谈的是什么美国第一，那如果是第一的话，那他要怎么样在结束全球管理的时候，以实力与利益为中心重塑世界秩序呢？但是有一个国家在美国做全球治理的时候，它不断的壮大，其实讲白了就是中国大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呢，福建舰之外呢，你可以看四川舰，国076两栖攻击舰水舰四川舰从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码头截拦起航。直白的讲，就是世界局势不一样了嘛，那你美国的这个逻辑就会被打破。所以这逻辑被打破的背后，我们就来聊一聊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的实力还有办法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吗？这份文件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份文件不是美国最终的概念呢？错，这份文件是川普亲自署名的。第一，他重新定义美国的战略目的啊，批评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失败。但全球化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呢？短期利益下，其实美国的全球化是大成功，因为在全球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有个长足的发展。全球化是一开始就有的吗？没有，全球化事实上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马歇尔计划开始的时候，它就开始在推进，只是当时有壁垒。所以你的全球化是什么？是部分全球化，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全球斗争嘛。但是你在你的盟友的体系里面，你依然在推行这个概念。我讲过，整个美国的策略有四招，哪4招呢？第一招叫门罗主义，关起门来大棒挡小孩，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不要来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我自己吃自己还够过火，因为美国得天独厚，它的地形实在是太好了。第二个叫做门户开放政策，当美国实力够大的时候，去了全世界发现，怎么到处都被英国人占了，被法国人占了，甚至被俄国人占了，被世界各国占，被德国人占了，甚至被意大利人占了。来到中国发现，哇操，这么大家分光了，连日本人都分了。所以门户开放实质上就是一种全球化的一个雏形嘛，就大家都开门，我们过得很好，因为我自身实力够，我已经在门罗主义蹲了很久。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它都是非常实用的在理解它的历史的过程啊。但是有一个壁垒没打掉，也就是所谓的冷战。所以冷战时期这种高强度的对立，但高强度的对立对美国有没有用？有用，因为在高强度的对立之下，美国大量的透过输出军武，透过输出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在盟友圈里面的霸权，只是他没有办法渗透到共产阵营里面去。但是为什么他说全球化失败呢？因为冷战之后，美国透过全球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但也因为失去了对手，所以无所节制嘛。过度贪婪的结果，反而让美国在全球化里面呢，吃了短期的大量利益，却失去了长期长远布局的结构。所以这就是问题。也就是说，他虽然做了一个错误的总结，但他确实点出了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美国在继续维持冷战之后的过度膨胀是没有办法维系美国现有利益的存续的，所以必须做一些壮士断腕的工作。好，怎么壮士断腕呢？表面上维持全世界最强的军力建立了，但是实质上是怎样？把外放出去的工业跟科技链给拉了回来，并且呢，在保护主权、边界跟人民来全面控制这个移民。然后呢，美国呢，它的这个大家他就盘点说，美国到底有什么工具跟资源可以做这些事情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美国的思考的一个概念啊。来，第一个，哪一个国家不爱国？这个列了的有没有列？美国的科技创新确实是相当领先，但是只有美国在做科技创新吗？其他人都没有做科技创新吗？再来呢，自然资源与地理优势，对，过去你的自然资源跟地理优势确实是拥有，为什么？美国确实有非常丰厚的资源。上下无强邻，左右面大海，这叫海权时代，代表它的边界的压力非常的小，所以它可以榨取最大的利益，把它的海权投向全世界。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当你把你这样的优势发挥到极限的时候，依然在大洋的彼端出现挑战你的力量的时候，那该怎么办？也是为什么日本很沮丧啊，我在守第一岛链，结果你还在跟我强调你的自然资源跟地理优势啊，你的盟友的网络啊，但问题是你又不出来，
盟友占美军便宜，你就讲这句话，那你的最强军事跟盟友网络就发挥不了了嘛。你说最强经济体，结果你满世界收割人家，叫日本交5500亿，你这最强经济体啊。所以回归到最后一个，美国是错误的解读了它的自然资源与地理优势啊，也错误的判读了中国大陆的自然资源与地理优势。当中国大陆搞定了陆上边疆，搞定了它的海军科技的问题的时候，当他开始下脚的时候，他有能力直接横穿第一岛链的时候，当日本人根本拦不了的时候，结论就是原本的地缘劣势转换成一种地缘优势。首先，你美国没有办法从海上对我双重夹击，甚至无法三重夹击，我只要一边，而你则有两边。那你说，所以为什么川普在这份战略文件里面积极的要干嘛？重新的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要做出一个重大的调整，不再把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盼展开合作。原因就是这样啊！你看了地缘政治之后，你一看你就通了。所以呢，美国的国家战略的重点核心利益什么？一，国家利益明确聚焦，不在全球干涉，也就是说我不在全球到处撒网。这句话的背后叫什么？有些地方就放弃了，最主要就是放弃对俄罗斯的针对，利用一个鬼转外交来拯救原本外交的一个危局。再来，主权优先，反对国际组织干预。最主要是全世界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非美国际组织来这个词也请大家记住啊，不是去美哦，是非美国际组织哦，重点在非美两个字，或者是什么？它本来是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但这个国际组织已经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而搞这个非美国际组织啊，还有呢，把国际组织转换成从美国控制变成不是美国控制的，最厉害的拿手是谁？一带一路、金砖国家，这各种全球权力平衡不让他国称霸，什么意思？我美国不能被他宰制啊！权力平衡，那就点出了重点了嘛，这不就是 G2 的逻辑吗？如果我没有办法制霸全球，那至少别人不准称霸。那如果别人没有称霸，至少我是其中一霸。G2， 我为什么一直讲 G2 不是个组织， G2 是种结构，也就他放弃了称霸了，但是他不会说他不称霸，所以他依然是那 great power。好，美国功能优先反全球化，这个是说给选民听的。好，最后重建能力，攻击主义与反低压，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敏锐的察觉到，当然这第一个是跟他们共和党他们这一派川普主义的保守主义要活下去有关系。因为如果继续讲 DEI 会造成什么？ DEI 只讲标签不讲能力，那这个美国是强大不起来，它就会必然多元分散破碎化。本来 DEI 拿来解构那些小国家，操作那些小国家的民主很有用，但是 DEI 也反噬到了美国自身的结构功能，所以它必须要把反对这 The Work WOKE 嘛，反觉醒嘛，再继续觉醒下去，美国就支离破碎。而且美国有一个先天的弱点，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是移民沙拉大拼盘，它不是移民，它不是民主的荣辱哦，所以它本身更仰赖什么？爱国主义。为什么美国要强调爱国主义？要强调美国人民的 American People's Patriotism。 所以美国在强调什么就缺失什么。它事实上美国过去所有的优势啊，在今天跟中美高强度竞争的时候反而变成它的劣势。西半球恢复门罗主义，川普版门罗主义，我就问一个问题啦，伊朗有什么能力渗透拉美啦？别闹了好不好？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基本上那也不算渗透，那就是做生意，控制非法移民，打击毒枭。所以打击毒枭是拿飞弹去打毒枭吗？强化经济与供应链合作，所以强化经济与供应链合作就是拿超高额的关税去恶心人家吗？什么叫做强化经济与供应链合作？我他妈的真笑搞了一个美墨加协定，还天天不遵守，一天到晚要跟人家修改。所以呢，美国要再重新主宰拉美作为国安第一线，这是什么？这叫做安全恐惧症候群。因为他发现他不安全了，为什么？因为整个拉美地区啊，遍地左派政权啊。就光这个战略本身制定就跟这个不合，但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川普版门罗主义要重新恢复他对美洲的宰制力道。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分分钟整天在威逼委内瑞拉。所以其实在西半球的布局就一件事情，赤裸裸的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这是拎杯的蛋糕，谁都不准动，你没有办法直接打他，你只能不断威胁他
恐吓他。所以你看美国最近怎么做？川普宁愿不要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然后反对派领袖说：“你看啊，外面美国军机啊、海军啊、航空母舰啊、两栖打击舰天天绕来绕去，就是因为你马杜罗不下台啊！你下台真的没事了，有效吗？”别闹了好不好？这东西没有效，你不能打吧？你怎么打？再来亚洲，赢得经济未来，避免军事冲突，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亡。这句话我们可以倒过来讲：以经济求经济，对美国来讲了则没经济；以军事护经济，则有经济。但是括号限定小国，保持南海航行自由，阻止中国控制海上要道。所以你看这个核心策略有几个是虚的。第一岛链，这里面没有任何实质的内涵只有提高军费是真的。重建全球供应链确实有在想做，但做不到。中美经济一定传出脱钩有在做，但没有完整，做得很烂。强化第一岛链防卫，结果是叫提高军费的人自己再去想办法强化。结果你知道吗？最近出现了日本回售美国爱国者飞弹的状况。对，只有这个可能比较实际，叫什么？就是他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但是维持现有政策，你也得阻止日本啊。所以好玩的地方来了看起来是在遏制中国大陆对于第一岛链现状的改变，对于台独的威慑，结果呢变成美国反向来施压日本，所以这个既有政策变什么？变成反向输出给中国听啊！没事啊，大哥我呢不会支持台独，我也不会改变现状。任何要改变现状或支持台独的人，我帮你摁下去。再来，促使欧洲重新伟大。你讲出了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嘛？但它唯一压住的是促成俄乌停火，那不就分了欧洲了吗？你的俄乌停火，你要看俄乌停火内容是什么啊？所以促使欧洲 re-empower Europe， 再次让欧洲注满能量，注入能量的欧洲。再注能量的欧洲，再激活这个欧洲，怎么激活？人口萎缩是你美国能解决的吗？大量移民是你美国能解决的吗？那为什么欧洲有大量移民呢？废话，你搞全球化，你把这个全球化的第二个附带面就是全球开战嘛。你美国到处打仗，把中东都打烂了，中东一大堆移民啊。现在在欧洲最多的外国人是什么？除了非洲人之外，最多的就是中东人啊，叙利亚人啊。所以呢，欧洲啊，防务你自己出，让我少花点钱。然后呢，你 NATO 不能无限扩张的意思就是不准扩张我不再扩张 NATO， 所以俄国你悠着点，我跟你停火行了呗，我们把乌克兰分了行了呗。好，所以回过头来，美国其实就是要从中东抽退了，因为中东对他现在来讲就是4个字，叫无利可图。对欧洲叫什么？叫把饼给分了，因为欧洲对他来讲是种额外负担，对于拉美来讲是核心区，不能被威胁，所以呢叫做完全宰制。亚洲来讲呢，经济利益之所在，因为 G2 的另外一个大家伙在亚洲，在彼岸，所以不能在这边口头放软，但实质上承认跟接受中国大陆对于目前亚洲的一个主导状况，叫做实际G2。因为军事贺主就是没有用，经济竞争也不见得会赢，所以只有保好自己的元气。最后非洲从援助转向投资、资源跟安全合作，放弃意识形态输出。在非洲搞了这么多年意识形态输出，发现了非洲人根本就很难走向所谓西式民主，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非洲的现代化状况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你去看到这种非洲它为什么开始调整，因为如果我再继续缴获下去，我再继续输出，因为它原本的想法是我透过意识形态输出创造所谓的西式民主，我可以透过这个西式民主的政府来控制这个国家。结果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很多非洲国家中央政府就只能控制中央，地方控制不了，难搞的要死，所以这招没用，你知道吗？对不对？讲了老半天，哪一项可以做得到？你不当全球警察的话，你不当世界警察的话，那秩序就大乱了。秩序大乱，最终回击的还不是你？我就问嘛，你不当世界警察，现在非洲打得一塌糊涂，就更多的难民跑到欧洲去，跑到欧洲去之后，你要分欧洲的蛋糕，你又分不了。欧洲光自身被难民乱就乱死了，你怎么搞？所以我为什么今天大使馆定价叫做美收缩中出海，什么意思？就在美国收缩的同时，中国就出海了嘛。但是美收缩中出海背后是复杂的，是一个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一个彻底的转向。所以为什么美国在这里面呢？它最终它要达成一个新平衡，因为在这里面太动荡，它在中东也玩不下去，它要跑，所以它必须达成一个新的什么样的新平衡？就是 G2。所以我们就回到最一开始跟大家讲的。G2 是这样，那关键的节点就在今年2025年，因为这个是美国国家的安全策略，叫做 NS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